据说人在死后的第7个晚上，魂魄会回到家中，撩去前生未完成的遗愿，也就是民间所说的头七。如果在灵堂打开手机拍照功能，甚至还能识别到人脸。友情提示：今天要讲的故事有点恐怖，胆小的朋友记得蹲在厕所慢慢观看。松姐是一个单亲妈妈，因早年未婚先孕和父母大吵一架，然后断绝了来往。10几年来一直和女儿相依为命。这晚，松姐接到了小叔的电话，得知阿公过世了。虽然多年未曾联系，但阿公生前最疼的就是她，于是决定回去送老人最后一程。殊不知这一去就是凶多吉少。松姐到家已是傍晚，众人正在为老人念诵佛经。当父母看到多年未归的她，态度却显得异常冷淡，似乎并不欢迎母女2人回来。就连正在做法的大师也有些古怪。按照习俗，要等阿公头七过后才算彻底送走。松姐只好先带着女儿小雅回到了自己以前住的房间。小雅在整理衣物时，突然听到门外有动静，她来到屋外，四处寻找声音的来源。你是谁？出来哦！他在房间四处查看，随后在床底看见了一双漆黑的脚。小雅吓坏了，想拎包赶紧走人，结果却被什么东西狠狠咬了一口。松姐听到尖叫声，急忙跑回房间。包包里有东西咬我。松姐仔细检查女儿的手臂，却什么也没有发现。为了让女儿安心，她准备把包拿过来看一下，可下一秒，松姐走上前，缓缓将门打开，却发现父亲已经站在了门口。他依然像当初那样，冷着一张脸，让松姐赶紧滚蛋。松姐表示，阿公透析后，她自会离开。就这样，母女俩暂时在老宅住了下来。吃午饭的时候，松姐无意间听邻居说，那栋老宅不太干净，以前常有闹鬼的事发生。果然，到了晚上，小雅就又遇到了可怕的事情。晚上千万不要一个人去灵堂，因为很可能遇到不干净的东西。阿豆，你的被子一直掉下来。我帮你盖好。小雅吓得转头就跑，结果拉开帘子，竟然回到了放棺材的房间。之后，她又尝试了无数次，但始终都离不开这里。无助的她只好使出女生的独门绝技。这时，小叔闻声赶来，问他大半夜鬼叫什么。有鬼！有鬼是你的家人，会害你的。睡觉的时候，小雅告诉松姐这里很奇怪，想要赶紧回家。就连松姐母亲也找上门，劝她在头七之前离开这里。松姐想要个理由，但母亲却欲言又止，似乎在刻意隐瞒什么。到了半夜，卧室的门突然自动打开，松姐刚把门关上，就听到屋外传来动静。她循着声音一路来到阁楼，在一个纸箱里发现了多年前拍下的全家福。就在她仔细端详这张照片时，阿轩吓得腿都软了，缓过神再看向照片，已经恢复了原样。他以为是自己眼花了，便打算回房间继续睡觉。路过厨房，却听到里面传来有人吃饭的声音。开灯一看，竟然有个白衣女鬼在生吃大米。这下松姐真的怂了，头也不回的往外跑，结果脚下一滑，摔倒在了树林。松姐刚要起身，却看到了可怕的一幕。与此同时，在房间里睡觉的小雅也遭遇了怪事，身上的被子被猛地掀开，她紧张地环顾四周，发现屋里并没有人，衣柜里也没有。然而她刚松一口气，一个脑袋就从镜子里钻了出来。灵堂的法师听到惨叫，表情却毫无波澜，似乎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。就在这时，松姐赶了回来，看到晕倒在地的女儿，她终于意识到这里很危险。结果刚出门，就在楼道遇到了白衣阿飘。无奈之下，她只好再次返回房间，带女儿藏身在了床底。可这样真的能躲掉鬼吗？松姐遭遇白衣女鬼，躲在床底大气都不敢喘。本以为女鬼离开就没事了，却没想到对方走到门口又折返了回来。就在这时，外面忽然没了动静，结果一回头，
松姐猛地惊醒，原来一切都只是场噩梦。她立马检查了一下床底，并没发现什么异常。但奇怪的是，她的拖鞋变得特别脏，并且女儿说她也做了同样的噩梦。松姐觉得这里有些古怪，于是带着小雅去庙里求了一签，结果却是只下签。老人告诉母女俩说，他们这几天会有一个节，建议在庙里住一晚上再走。由于今晚就是阿公的头七夜，松姐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，但在头七当晚，松姐的家人并没有出现在灵堂。她赶紧过去叫人，可接下来的一幕差点没把她吓死。你们怎么还在这？走啊！松姐吓得瘫倒在地，好在小叔出现才将她拉回了现实，眼前的家人也全部都消失了。松姐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，可就在这时，身后的小叔露出了凶狠的眼神，下一秒一根绳子套在松姐脖子上，将她拖到了树林。等松姐醒来时，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家人竟然全部被吊死在树上。松姐终于明白了一切，原来家人早就已经死了，之前在灵堂看到的只是他们的鬼魂，家人想用吓走他们的方式来保护他们，而害死家人的凶手正是小叔和法师，两人是亲兄弟。阿公死了以后，竟然一分遗产都没有留给他们，兄弟俩怀恨在心，为了独占遗产，杀掉了所有家人。小叔将松姐吊在了树上，要让她下去和家人团聚。就在快要断气时，父母的灵魂现身，救下了他。松姐质问父亲为什么不直接说出真相，姐夫刚要上前解释，突然脸色巨变，一根降魔杵刺穿了他的身体。原来小叔与法师修炼了控魂术，这才导致家人无法说出真相。最后小叔手起杵落，将母亲和姐姐全部干掉。眼看父亲也要遭到毒手，发呆的松姐终于反应过来，她捡起地上的石头，直接朝小叔大脸盘子呼了过去。但父亲也因身中降魔杵，在他的怀中化为灰烬。松姐打电话准备报警，殊不知小叔还没有死透。另一边，独自在灵堂等候家人的小雅也被法师下药迷晕了过去。就在这时，房间的钟声响起，是头七的时间到了。只见香灰上清晰地出现了几个脚印，是阿公回来了。法师见状，开始念咒掐诀，试图将其镇压。法师以为搞定了，刚准备对小雅下手，房间的灯光突然熄灭。法师掏出手机，竟然识别到了一张人脸。法师害怕的想要逃走，结果一回头，小雅醒来时，刚好看到阿公的魂魄回到遗像里，她准备去找母亲，没想到却遇到了小叔。显然，刚刚的对决，松姐落败了。小叔将母女俩塞进了后备箱，正要发动车子离开，却在后视镜看到了阿公的鬼魂。一声惨叫后，小叔被阿公带去了地狱。第二天，警察在后备箱发现了母女俩。小雅继承了阿公的所有遗产，因为从小患有肾病，她成功移植了母亲的肾。镜子里倒映出了松姐欣慰的笑容，但病房里却空无一人。显然，松姐可能已经死了，而小雅却对着镜子露出了耐人寻味的诡异微笑。好了，这个结局大家自行想象。下一个故事见。